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Hello， 我是 Mickey， 没错，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钱的问题。不论你是有冲劲的有为青年，还是小有成就的白领族，创业中都会遇到钱的问题。所以这一集千万要仔细听，因为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取得创业资金的6种管道。OK，Let's go。我需要老实讲，假设你创业想要老老实的依照自己赚钱的能力存钱，然后投资自己开公司或者做个创新的项目的话，这称之为 self-funding bootstrap。完全不切他人，完全依靠自己，你会发现起头万难，因为好不容易存到了钱，心态上就不大敢花钱开公司投资自己的未来。所以假设你有很好的点子以及执行力，想要创业的话，接下来的一些资料让你用另外一个思考点去哪里找钱找资金，让你起步更快，走得更远。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所谓的3F Family, Friends, Fool 家人、朋友、傻子。从家人朋友随便问借来钱，成功率取决于对家人的信用，对朋友的人格树立。遇到有缘的人有问的话就有机会。假设家境不会太差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支持你创业吗？这倒完全不一定。但是假设你从小到大给人的感觉就是负责任、稳重、成熟，让你父母放心的话，我相信当你需要人生第一桶金的时候，他们也一定很有意愿帮助你成功。毕竟你是他们的小孩，对吧？在20年前，我的堂哥生意做得很大，在请教他之后，他有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培养朋友当做你的贵人，在你大学的时候，可能每个人最多能够挤出2万块钱，10个人加起来其实就有20万块，可以让你做个小生意，例如小吃摊贩，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专案等等。随着时间的累积，大家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成长到更高的职业，渐渐的就会建立起信任感以及能力。那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借你10万或者是100万呢？那这10个人加起来就足足有100万或者1000万这么多，作为你开公司或者做新项目的投资资金就绰绰有余了。就算你不幸创业失败，需要一笔资金的时候，也能够快速的筹备出来，东山再起。至于俗称的富傻子，我还真的有听过有要好的朋友出去 party 的时候呢，跟旁边不认识的人聊自己想做的项目想法，最后对方还真的有兴趣也投资进去。虽然叫做傻子，但我比较想把它称之为识货的人。所以重点是，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很好，不要闭门造阵，要多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大声的讲出来，跟更多人分享。除了借由不同人的想法、思考、见解去调整自己的创新以外，搞不好也有间接认识到识货的人，转换变成自己的投资者。Government grant 政府辅助基金，例如青创等等众多平台，他们能够给予的额度大概是50到100万等等，比较适合年轻有冲劲但是缺乏经验以及资金的人，属于政府立案。有时需要写企划书，有不同的限制，例如说年龄、企划规格、资金规模等等。假设你有想法的话，可以找政府专人来咨询，甚至有民间有单位可以协助你来写企划书，取得这个资金。政府真正为了帮助年轻人，所以尽量的让年轻人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在写企划书这件事上，将重点放在真正的执行上面。假设你的想法资金需求比例比较大，就可以找例如说天使人 Angel Investor， 那它的范围可能在是10万美金、300万台币作为一个单位，或者是风险投资人 Venture Capitalist， 简称 VC， 它的单位可能就比较幅度比较大，例如说100万美金、3000万台币左右。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需要有想法，验证过关，你需要一个好的执行团队，扎实的执行力，调查市场的规模大小，以及评估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才能够赢得风险投资人 VC 他们的信赖。稍微再讲深一点，其实还要评估说你想拿的资金规模大小，依照你的产业别的大小来思考评估，以及你现在公司是在草创期还是在发展期等等，去找到那个适合
那个级别的风险投资人。假设你的想法需要资金以外，夹带很多欠缺的资源，那就可以找创业加速器 （Startup Accelerator） 和育成中心 （Business Incubator）。有很多单位，其实他们立志在于帮助草创期的团队跨越这个草创期的一个状态。他们有很多的导师以及各种资源可以协助你的创业专案。假设他们在评估之后认为你的公司有潜力，甚至会注入资金到你的专案或者是公司里面。还有一种，假设你的公司营运的不错，有新的想法，可以开发新的市场，那就会找 bank loan 银行贷款，但前提是你要好好保持跟银行的互动，以及从小的额度有借有还，形成良好的银行分数以及信誉，和放款的部门以及其经理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定时的让他们知道你公司的业务状况，进而产生信任感，就有机会跳过一些规定，例如说不动产抵押之类的。适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地位，需要更庞大资金的创业者，需要更谨慎的规划和游说能力。不同阶段可以依赖不同投资者的资金注入，就可以依照你公司营运的状况来拟定可以货贷给你的额度。假设你的行销综合能力不错的话，希望用这样子能力来取得资金的话，建议可以思考群众募资这一个资金渠道。它有可能是从你不过关0甚至到500万或者是以上。那这个募资的规模取决于社会群众对于你创业者的想法产生的高度期待。国外是让大家认同你的想法，然后资助你把想法实现出来。台湾反而是有一点被理解成预购这样子的形态方式。所以假设你有很好的想法，那接下来你要确定你有办法做个初阶的打样，然后拍照、拍影片、写文案、行销出去吗？让群众对你这个产品有所期待，愿意做预购或者是资助，让你的想法实现。最近有听到内幕小道消息，群众募资跟去年比起成长100% 以上，而且还在持续成长中。我有理由相信这个疫情应该是非常好的助攻，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在看这支影片的各位，每个人实际的状况都大不相同，所以先依照你现在的实际状况以及资源整合状况去做综合的评估，看看哪一个资金的规模管道比较适合你。去年有帮几个朋友介绍投资者，以及看他们公司的项目，还有几个月前甚至有帮朋友评估以及撰写企划书，争取500万的政府补助。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把一些我已经知道也接触过的管道介绍给大家。如果你刚好有些项目需要资金，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所以看到这里，希望这一些渠道有帮助到你去重新思考、整顿你需要资金到底是规模多少、多大，到底哪里有这些渠道可以符合？那这个渠道对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达到就是说你的资源跟他们的资金渠道的需求能够契合，加速你能够取到资金的方式。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除了以上介绍这6种渠道之外，还有哪一些？我相信还有蛮多的。那也希望你帮我影片按个赞，也不要忘了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然后也帮我 subscribe 这个 IG Dreams Boomer， 谢谢， bye adios ciao。